无羡同父母告别后，蓝启仁就带着魏无羡、蓝忘机亲自动手送两人去往生。看着父母化作星星点点消失，魏无羡到底还是没有忍住哭出声来。或许他并不是因为父母的离开而哭，而是因为这么多年委屈的自己而哭。蓝忘机看着哭得不能自己的人，心疼得要命。要不是叔父还在跟前，他多半已经把人抱在怀里安慰。魏无羡一直哭了很久，才将心里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。之前蓝忘机几次想要开口劝解，都被蓝启仁拦下。他说让他好好发泄出来吧，憋在心里反而伤身，哭过一回以后就好了。蓝忘机张了张嘴，知道叔父说的是实情，面对魏婴的眼泪，他怎么可能稳得住？最后也是红了眼睛，默默地陪着魏婴。魏无羡收敛好情绪，擦了擦脸，对着蓝启仁深深一礼：“蓝先生，多谢你为我爹娘做的一切。”蓝启仁，不必客气，你父母与我是同窗好友，这些事是应该的。魏无羡转头看向蓝湛：“蓝湛，谢谢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机会再见他们一面，我没有遗憾了。”魏婴的道谢，蓝忘机却并不是很开心：“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”魏无羡嘴角总算是勾起一抹笑容：“是我错了，以后我们之间不用谢谢对不起这些。”蓝启仁摸着胡子，假意的咳嗽了一声，引起两人的注意：“你们不该给我交代一下吗？”魏无羡这才和蓝湛对视一眼，两人并排着双双跪在了蓝启仁面前。蓝忘机率先开口：“师父，我在听学之时已然动心，心悦魏婴已久。”他又转头看了一眼魏婴：“我原本以为这是奢望，却不想上天垂怜的魏婴青睐。叔父，我与魏婴一心欲结为道侣，还望叔父成全。”魏无羡也开口道：“蓝先生，你要怪就怪我，是我对蓝湛一见钟情，撩拨于他，才使得蓝湛乱了心。先生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”蓝启仁瞪了一眼魏无羡：“我何时说过要怪你了？又何时说过反对你们在一起？”魏无羡愣住：“先生。”蓝启仁脸色有些黑：“还叫先生？”蓝忘机很快反应过来：“魏婴，快多谢叔父。”魏无羡：“多谢叔父，叔父你真好。”蓝启仁的脸上带点笑意：“以前就不好了？”魏无羡：“那没有，叔父一片苦心，以前是我不好，太过顽劣。”蓝启仁叹口气道：“苦了你了，以前那些不好的就放下吧，以后和忘机好好过日子，好好修炼。”魏无羡：“叔父你放心，有蓝湛陪着我，我早就放下了。”蓝启仁：“那就好，你们的事温若寒知道了？”他怎么说？魏无羡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“义父说让我回去给他讲讲叔父吹胡子瞪眼的样子。”蓝启仁：“哼，要让他失望了。你们合集之事，父亲和他商量过了。”蓝启仁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看着蓝忘机的，显然是在问他。蓝忘机道：“父亲说回来上族谱，至于合集之礼，温伯父会举行清谈会，在会上正式宣布魏婴的身份，之后直接举行合集礼。”蓝启仁眉心紧凝，他本想问问魏无羡和忘机谁嫁谁娶，一想两人都是男子，这样问是对侄子和魏无羡的不尊重。他斟酌道：“那你们父亲可说了以后住在谁家？”魏无羡一听就知道叔父在担心什么，父亲和义父说好了，我和蓝湛不分嫁娶。蓝忘机：“魏婴是温氏少主，要接手温家事务，当下会在温氏居住的多些，我和魏婴会时常回来的。”蓝启仁也明白了，看样子以后蓝家和温家的往来怕是要多起来了。不过想到聂家又有些担忧，他们和温家结盟，那同聂家的关系就尴尬了。蓝启仁并不知道，他的担忧很快就被温若寒解决。他清理岐山的时候，找出了当初提议他让聂老宗主上岐山的人。一番拷问之下，找出了动手之人。之后去金家灭门，又找出了当年暗中动手引导妖兽的人，并且从金光善嘴里拷问出了聂家内应之人。
温若寒带着这些人去了聂家，让金光善当场指出了潜伏在聂家的线人。虽然一开始聂明觉十分的暴躁，不听解释，但是有聂怀桑在，最终聂明觉还是冷静了下来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温若寒还找出了当年他和聂老宗主的书信，说明两人是好友，他也不会谋害好友。金光善做这些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引起温聂两家的矛盾，恨了多年的杀父仇人，才发现恨错了人。聂明觉心里那个落差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聂明觉亲自动手杀了金光善，他心里都还是憋屈的不行。看到父亲的遗信里，他和温若寒分明是关系极好的朋友。信中聂清月还向温若寒炫耀过自己的大儿子呢。看到信中的内容，就算是聂明觉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偏偏温若寒还恶趣味，让聂明觉喊他伯父。气得聂明觉不顾温若寒的身份，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温家人的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。温若寒被扎心了，这是他的错，无力反驳。不过想起他知道的关于聂家的秘密，还是说道：“知道了，以后我会让他们改的。聂二小子，你跟我家阿英是好友吧？他去了兰家有事找你，你记得给他传信。”聂怀桑，阿英。温若寒自豪道：“对，我刚收的义子魏无羡，你们不是好友吗？多准备点贺礼，过段时间阿英要和忘机合集了。”聂怀桑，什么？兰二公子终于还是把他魏兄给拿下了。看样子温若寒还要给两人办合集礼，不知道兰家人是个什么想法。魏无羡在兰家小住了半个月，看到青衡军强势出击，将家族的长老团彻底的清理了一遍，没想到一个长老团里弄得跟仙门百家聚会似的，把青衡军都给气笑了。是不是仙门百家觉得兰家人向来君子，就好欺负了？于是接下来就直接压着这些人一家一家的找上门去。温若寒听说兰家的动作，还派了一队人来支援，也不出手，就是跟着魏无羡，美其名曰保护他们的少宗主。魏无羡呢，每次都跟着兰家人去，嘴上说着他就是个看热闹的，人往那一站谁敢惹啊？就连跟兰家都不敢呛声了好吗？虽然温家还没有正式的发出公告，但是这魏无羡是温家少宗主，还有他和蓝忘机的事，整个仙门百家都在传，不知真假。魏无羡这样也足够让人忌惮。这温家本就是大，现在好了，如果和蓝家联盟，他们还能有活路。听说连原本和温家敌对的聂家都和温家握手言和，人家金家因为在温家安排线人，就直接被温家给灭了。他们要是不乖乖道歉，也被灭门了怎么办？于是凡是蓝家找上门的家族，态度那叫一个谦卑，立马道歉，该赔礼赔礼，一点都不带含糊。魏无羡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体验了一把狐假虎威的感觉。在这期间征询过魏婴的意见，蓝忘机把魏婴创出来的炼化怨气的方法传授给了蓝家人。一开始蓝启人觉得利用怨气的方法十分的荒谬，但青衡君却十分认同，毕竟他是亲眼看到温若寒度过天劫，得到天道认可的。那从天而降的灵光，他家忘机和无羡可是沾了光。听了兄长的说法，蓝启人在亲自试验了怨气的净化、炼化到吸收的过程，终于是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想起曾经魏无羡听学的时候，在课堂上说的话，他的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，也许是他的格局太小了。修士应该就要像魏无羡这般敢想敢做，要不说不愧是藏色散人和魏长泽的儿子呢。这些门能够比得上魏无羡的人，还真的没几个。难怪温若寒要收魏无羡做义子，哪怕他不姓温，也要顶着非议，一定要立魏无羡为少宗主。对于魏无羡愿意把这功法拿出来给蓝家，蓝志礼和蓝启人都十分的感谢。魏无羡是这样说的：我觉得仙门的人一直吸收灵气，却不管怨气的增长，我这个功法却能净化怨气，
我希望这个功法能够让整个仙门的人都修炼。这样一来，这世间的怨气就会大大的减少，邪祟也会少一些，百姓的日子也就能够好过些。听到魏无羡这样说，其他人都挺震撼，因为他们只想到了魏无羡的大公无私，愿意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功法分享出去，却没有想到魏无羡他想的更多，功法什么的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多大的价值，他看重的是这苍生。怨气少了，邪祟也就少了，百姓也不用为时不时就出现的邪祟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因为还惦记着自己的好友聂怀桑，于是魏无羡和蓝忘机亲自走了一趟聂家，将他的提升金丹品质的方法亲自交给了聂家人。聂家人其实同怨气打的交道要比其他家族多得多，所以很快就接受了魏无羡的新奇想法。魏无羡的无私也让聂家两兄弟感动，于是两人也主动袒露了聂家的刀灵问题。本来聂怀桑还想请求魏无羡帮忙改一下他们家的刀谱，毕竟是可以创造出新的功法让温若寒渡劫的人。结果魏无羡还没有动手呢，聂明觉在蓝忘机的辅助下修炼了魏无羡的怨气融合术，将金丹的品种提升后，聂明觉明显的感觉到刀灵更加的受控制了。如果一直这么修炼下去，说不定都不需要魏无羡改什么刀谱，聂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。修炼过后，聂明觉感觉到差别很明显，头脑都清明了几分。这帮忙修改聂家刀谱的事情就暂时的搁置了下来。果然聂家人融合了足够的净化怨气后，这刀灵渐渐地得到了控制。刀灵中的戾气再也影响不到它的主人，刀身上的那些阴暗的气息也会在除祟的过程中发泄出去。聂家的刀灵依然是暴躁的，却被主人驯服了，不会影响到主人的意识还有灵力，更不会出现刀灵不听话的情况。对外，暴躁的聂家刀灵所向无敌，对内，刀灵就是主人的听话小乖乖，反差不要太大。在清河玩了几天，两人就被蓝曦臣来亲自请了回去。清衡君也已经把蓝家理顺，要不他是宗主呢。蓝曦臣这1个月跟在父亲身边学到了许多的东西，是他原本10几年来都没有接触过的。蓝志礼也终于发现了儿子的问题，心中十分愧疚，打算以后好好的把人带在身边调教。他让魏无羡和蓝忘机回来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让两人回来，就是要举行仪式，上告祖先为两人制作婚书，还有把魏无羡的名字写到蓝家的族谱上去。看着蓝湛亲手在有他名字的那一页，在道侣一栏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魏无羡的眼睛都亮了。他从前以为父母是他的家，结果父母在他小小年纪就离开，后来以为江家是他的家，江家人是他的亲人，最后却发现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现在他又有新的家，是真心喜欢他的人，不会突然不告而别，也不会欺骗他，永远都会陪着他的人。魏无羡想，也许从前吃了那么多苦，就是为了能够遇到蓝湛，那么即使重来一次，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。在蓝家举行仪式没多久，温家又来催了。这次来的人不是直接来找魏无羡的，而是给蓝家送上温氏清谈会的邀请函，另外给了魏无羡温若寒的口信，让他和蓝忘机两人能够早点回去。两人的礼服都做好了，需要回去示意做最后的修改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，也需要两人提前回去处理。